这里有10句你绝对不应该对青少年说的话。成为一个父母绝非易事，特别是当你的孩子正处于青少年时期，这时候你似乎总是与他们发生冲突。我们都知道，言语比刀剑更能伤人，这就是为什么与你的孩子有效沟通至关重要的原因。那么，有哪些话是绝对不能说的呢？请继续观看以获取答案。从第10名开始倒数。第10名，当你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因为某事感到沮丧，无论是因为暗恋、被别人忽略，还是与最好的朋友争吵，你不应该只告诉他们没事。根据 The 8 is a Guide to Raising Happy, Confident Kids 的心理治疗师和作者D.R. Jen Mayer 的说法，你这样的回应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当然，作为一个有社会经验和责任感的成年人来看，他们的困扰可能对你来说微不足道，但请记住，你在这时期并不是真的没事，他们需要你的帮助来度过这些消极情绪，因此要在那里成为他们的依靠，倾听他们，承认他们的感受。这样，如果发生不好的事情，他们就不会害怕来找你，他们会知道你会一直给予他们所需的支持。第9名，我好胖。是的，我们有时会对自己感到沮丧，无论是称自己为胖、蠢、丑或负面言语。如果你是父母，你真的应该尽量改变这个习惯。圣母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当父母当着孩子的面批评自己时，实际上会对孩子的自尊心产生有害影响。这是因为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把父母当作榜样，他们的行为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因此，例如，当母亲总是称自己为胖时，她的女儿会潜意识地学会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身材和外貌。另外，这种负面的自我对话对你自己也毫无好处，所以不要太苛刻自己，毕竟没有人是完美的。第8名，快点。早晨似乎是每个父母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你必须在早晨叫醒孩子，给他们准备早餐，并等他们吃完早餐。当然，对于不想起床或挑选穿什么衣服的青少年来说，这可能尤其困难。但是大声吼叫让他们快点并不是解决之道。心理学家 Baby Minds 合著者琳达·阿克雷多卢博士表示，所有这些匆忙只会给你的孩子增加不必要的压力。在他们去学校处理更多问题和压力之前，他们不需要这些。所以你可能需要缓和一下，绝对不能大喊大叫，提醒他们早餐凉了或者快迟到了。毕竟青少年胃口大，无论你做什么，都要试着在早上保持积极和愉快的氛围。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你的孩子肯定会感激的。第7名，别难过。青春期是情绪过山车的时期，青少年一会儿可能因为纯粹的快乐而兴奋异常，下一刻却因为看似没有理由而哭泣。当孩子情绪低落时，父母也很困惑，难以应对，所以会安慰他们说别难过。但是早期儿童研究所家庭支持服务主任黛比·格拉瑟博士表示，这样的别难过语言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孩子的情绪是无效的，而且在这个特定时刻感受到的情绪是不可以的。如果你的青少年感到难过或哭泣，请让他们坐下来，努力帮助他们理清他们的感觉。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愿意敞开心扉，他们将会因为倾诉心声而感觉更放松和更安心。这样的心与心的交流会加强你们之间的纽带。第6名，让我来做。如果孩子真的在某件事上遇到了严重困难，每个父母都自然而然地想要帮助他们。但是提供直接帮助，尤其是亲自去做，而不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可能会让他们将来失败。德雷克萨尔大学心理学系名誉教授 Raising a Thinking Child 作者米尔纳·肖博士解释说，如果你倾向于过早介入，你可能会削弱孩子的独立性。他们会养成总是寻找他人帮助来获取答案，
而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这样。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长大后能够自给自足，就不要总是亲自动手。你可以引导他们解决问题，帮助他们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这样，你的孩子将会在成长过程中明白一切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天真的等待别人来解决所有问题。第5名，你太不可思议了。心理科学刊登了一项关于夸大的表扬及其对自尊心较低儿童的影响的研究，这是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例如，你做得很好被认为是简单的表扬，而你做得非常好就是夸大的表扬。在研究的实验中，240名儿童画了一幅著名的梵高画作，然后由一名专业画家给他们一张写有夸大、简单的表扬的纸条。收到纸条后，孩子们被要求选择另一幅画来模仿，要么是一幅简单的，要么是一幅困难的。那些自尊心较低且收到夸大表扬的孩子通常选择了简单的画作，而自尊心较高且收到夸大表扬的孩子通常选择了困难的画作。这意味着夸大的表扬在某种程度上对自尊心较低的孩子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而不是鼓励他们。他们开始担心再次达到你设定的高标准，所以他们害怕接受挑战。至于当你的孩子做得很好时，你应该如何鼓励，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第4点中探讨。你真棒，可能看起来是对某人的工作或成就的真诚而无害的赞美，但信不信由你。实际上，对你的孩子听到这样的话并不是那么好。研究表示，更好的做法是关注你的孩子是如何取得这个结果的，而不仅仅是给出你的反应。例如，如果你的孩子画了一幅画，你可以问一些问题，比如是什么让你选择这种颜色，或者是什么启发了你在这里添加这个部分。询问有关细节和取得结果所付出的努力的问题，将焦点放在你的孩子身上，并让他们解释他们的选择，这2者都对他们的自信心有很大的帮助。但你真棒是如此泛泛，而不如你想象的那样鼓励你的孩子。第3点，你需要为你的弟弟妹妹树立一个好榜样。如果你有一个10几岁的孩子，他们有一个更小的兄弟姐妹，在家里可能会变得特别紧张。每个青少年都有极短的融合时间，他们的小弟弟或妹妹绝对可能会让他们爆发。但是父母也喜欢用经典的"你需要为小的树立一个好榜样"来批评他们犯的错误。然而，最好使用像"你是你的弟弟和妹妹的榜样"这样的话语，这样你就不会把完美的负担放在他们肩上，他们已经承受了足够的压力，他们不需要更多。第2名，尊重隐私。尊重青少年的隐私权，但也强调在他们需要帮助时，父母是值得信赖的人。所以一定要给你的孩子选择的权利，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不要强迫。当他们愿意说，愿意分享，我们可以作为倾听者。家长也可以定期与青少年进行开放的对话，询问他们关于学校、社交生活和个人感受的问题，表达对他们的关心，但也尊重他们选择保留一些信息。第1名，我为你感到骄傲。惊讶吧？是的，这个完全无害且表面上鼓励的话语，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完美。据心理学家 Surviving Your Child's Adolescence 作者卡尔·平克博士表示，给你的孩子一句鼓励的模糊陈述并不是个好主意，就好像他们需要保持这种状态，因为这是让妈妈或爸爸感到高兴或爱他们的唯一方式。孩子们要以某种方式思考，即使那不是真的。因此，如果你觉得这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孩子，或者他已经产生了影响，试着用干得好来替代这个短语。这给予孩子更多的功劳，并把所有的关注都集中在他们身上，而不是在你身上。毕竟，那才是真正应该属于的地方，对吧？那么你认为呢？哪些话语绝对不应该对青少年说？告诉我们在下面的评论中。就在这里，别忘了点击订阅，
希望我们都能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请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如果你有任何想要了解的主题或者有建议，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用的心理学知识。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